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在拉斯维加斯参加首场公开活动后，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拜登说，只有轻微症状，感觉良好，已经返回特拉华家中休养。《纽约时报》称，民主党内对拜登继续参加竞选活动的反对声音似乎越来越大。拜登此时确诊新冠，可能会影响他回应批评者的能力。 在拉斯维加斯出席的首场公开活动中，拜登在餐厅与人交谈拍照，并没有戴口罩。活动之后，拜登感到不适，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声明称，拜登已服用了抗病毒药物，目前有轻微症状。随后返回特拉华的家中进行隔离，并在家中继续办公。拜登在上机前回应传媒，表示自己目前状况良好。 拜登确诊的时间点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因为就在日前，他还对媒体表示，继续参选与否将取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表态也被美国媒体解读为拜登坚持不退选态度首次出现松动。 现年81岁的拜登，2022年曾感染新冠，而他的健康状况是其争取连任的最大障碍。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拜登上个周末曾分别与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杰弗里斯举行会晤。舒默表示，如果拜登退选，无论对民主党或是国家都会更好。但舒默的发言人批评报道是无根据的猜测，指舒默当天只是向拜登反映党团的意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有线台随后向民主党内部要员再求证。参议员凯利表示，拜登和哈里斯的搭档组合仍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但是显然在主持人问询是否能代表民主党内发声时，凯利透露出民主党内对拜登继续参选与否政见不一。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are our nominees. Do you think that's the view of your fellow Democrats in the Senate as well? Well,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our internal discussions, and I'm not going to speak, for my colleagues. I will say that there are differing views. 不过，也有美媒注意到，与一直身处健康秩序漩涡、不断积极自证的拜登相比，特朗普对个人健康信息公布的少之又少。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参选时，曾拒绝公开完整的医疗记录，而从这次被枪手袭击右耳，也可再次看出这种做法。美联社18号发表题为“自遭遇暗杀未遂事件以来，特朗普多日未提供有关其医疗护理情况的官方信息，质疑其对健康信息的过度保密。” 美联社发文写道，过去3天，特朗普现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右耳戴着白色耳罩。但自13号以来，特朗普竞选团队或其他官员没有提供关于其伤势或治疗的详细信息，只有特朗普的盟友和家庭成员分享的消息。文章称，美国总统和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在保密医疗信息的权利与公众对他们的期望之间进行权衡。公众希望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胜任。该文章在社交网络引起热议，有网友认为特朗普仍未提供官方医疗报告，是因为他在谎报伤势的严重程度。有人主张这是因为子弹并没有真正击中他，而是碎片，他们不想淡化叙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有线台听到主持人称，同为高龄老人，拜登确诊新冠的严重程度等同于特朗普遭枪击未遂。 This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81 years old and has COVID. Should he be fine in a couple of days? Doesn't that convey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he's strong enough, older than Trump, to have gotten something that used to really be fatal to people his age. So if he does fine out of it and comes back and is able to do rallies, isn't that exactly the same? I mean, it's not exactly the same. It's not the same incident, but it's an elderly man coming through out of an illness. It should. 就在拜登陷入低迷之际，另一边，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3天。当特朗普步入会场时，外界注意到特朗普的右耳仍贴着纱布，不少支持者纷纷效仿。大会现场的礼品店琳琅满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以特朗普为主题的纪念品，其中包括其遇刺刷屏照。当天会场上的另一焦点人物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万斯。I official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b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万斯首次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发表演讲。开场白中，万斯用了长达7分多钟的时间为特朗普唱赞歌，不仅称特朗普为英雄，还表示不是特朗普需要政治，而是美国需要特朗普。
提及特朗普遇刺一事，万斯极富感情地称赞特朗普当时仍然不忘挥拳高呼战斗，即使处在生死边缘，也没有忘记他的国家需要他，而民主党人却称他是暴君和独裁者。 Go and watch the video of a would-be assassin coming a quarter of an inch from taking his life. When Donald Trump rose to his feet in that Pennsylvania field, all of America stood with him. 紧接着，万斯的矛头指向拜登与民主党，他用自己的经历进行演讲叙事，将美国失业率螺旋式上升的责任归咎于拜登的一系列错误政策。 When I was in the 4th grade, a career politician by the name of Joe Biden supported NAFTA, a bad trade deal that sent countless good jobs to Mexico. When I was a sophomore in high school, that same career politician named Joe Biden gave China a sweetheart trade deal that destroyed even more good American middle-class manufacturing jobs. Donald J. Trump was right on all of these issues while Biden was wrong. President Trump knew even then that we needed leaders who would put America first.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公报释放哪些重要信息？来看分析。根据公报，党的第20届3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会也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 公报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信息就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的相关细则尚未发布，但全球学者、企业、研究机构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将会推出哪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那这个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进一步”。 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过去的2、3年里面都提到特别多了，但是我们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词，就是进一步。那我看到公报里面呢也大量的提到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年里面，中国不断的在深化的改革，在全方位的开放，但是未来还要再继续下去。这实际上是非常真诚也非常深刻的去回应。 近期以来，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焦虑啊，或者迟疑呀。公报提出，到2029年要完成决定中提出的改革任务。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时间节点是首次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呢，一方面体现出来了中国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感，更重要的。 是我们要遵守自己的承诺，就是我们用5年时间，对这一次20届3中全会推出的相关的政策和措施要有我们不是说一说的，也不是只是纸面上的一些文字，而是要完成的而且要有一个时间点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决心。深圳卫视注意到，党的20届3中全会公报中12次提到开放，53次提到改革。 频率之高，仅次于党的18届3中全会。王文表示，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意味着未来将更有效吸引外资，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多中国机遇。全世界在不断摇摆、纠结、焦虑、困惑的时候呢，中国表达了一种坚定、坚持和持续性的去推动改革开放的稳定性。那么这个稳定性所释放出来的很多利好消息，外国的机构非常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机遇所以这次20届三中全会继续向世界示范了中国机遇的重要性，而世界呢也不愿放弃这么重要的中国机遇，愿意跟中国同行搭中国的顺风车，获取中国发展的下一轮的红利。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战略的定力持续的推进改革和开放和世界同行获得更大的发展。本次公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发展是经受了来自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和从国外尤其从西方发起的这个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的这个考验。那么这些考验呢中国经受了。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前30-40年解决了挨打问题，然后第二个30-40年我们又逐渐解决了挨饿问题以后，接下去我们要解决挨骂问题的这个历史重任仍然还非常大。所以在20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出国际传播、提出意识形态的艰巨的任务呢，当然我们有信心去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全会还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观察指出，这意味着西方国家近年来在科技领域跟中国脱钩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构建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全国力量在芯片、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攻关。外界同时高度关注，本次全会公报提及安全的次数高达16次，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说明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国家对安全的高度重视，这会影响到一系列政策。